就是在那21天之内，经历了168次从鬼门关爬回来。学长们晚上好，我是何香，1945年出生，虚岁80，来自北京朝阳。我的身体状况有心梗、脑梗、冠心病、血液脂高、动脉粥样硬化、颈动脉斑块、颈椎环枢椎半脱位、重度骨质疏松、永久压缩性骨折，至今2年半未愈。反流性食管炎、带状疱疹后遗症2类及背部痛，肺部感染药物损伤肝胆肾，症状口干口苦、舌头麻木、头发及身上出油、失去味觉和嗅觉、两眼视力特别模糊，血压偏低，上午11点之前处于昏沉和迷糊状态，做过2次大手术全麻，现零记忆力，亟待解决健康问题。学佛的渊源，我76年在工作之中不慎将腰扭伤，致中心型椎间盘突出，压迫双侧坐骨神经，经常摔跤。1989年摔至右股骨颈骨折，行3乙丁内固定手术，术后的1年后取钉子时又发现右侧股骨头血性坏死。摔伤后，我的邻居大姐说：“小王，你老摔跤，你拜拜佛吧。”于是我的朋友就抱来了一大堆佛教典籍和经典，堆在床头。就这样，我在病床上开始了学佛之路。拿到的第一本就是六祖的《坛经》，虽然看不懂，但非常向往。还有我10来岁的时候，在老家，奶奶去世的前15天，我天天看到一个与房子同高的黑衣人站在奶奶门口右侧的台阶上。奶奶去世后，这个黑衣人就不见了。自此以后，总想弄明白那个黑衣人是谁，为什么站在奶奶门口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经历了诸多磨难和困苦，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为什么总爱睡觉？为什么我会这样？我为什么是那样？我从哪儿来？我来的这个世界上干什么？我以后去哪儿？通过佛法，通过学习佛法，对人生有了粗浅的认识。我知道好好学佛可以离苦得乐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于是92年我能下床了，就拄着双拐去寺院做了3皈5戒的仪轨，就这样一跤摔进了佛门。92年皈依至今，学佛32年，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92年至2004年，12年期间在家听闻佛法，最初是听净空法师的60盘磁带无量寿经，我做笔录，听坏了3个录音机，后来有了 DVD 光盘，净空法师所讲的所有经法、大经大论都听过 N 遍，并兼学传统文化，坚定了我学佛的基础和信心。第2阶段，2004年至2015年11年期间，在寺院做义工。因为我师父5个寺院都离北京市内较远，居士们往返于寺院之间不太方便，因此师父在北京市设了一个办事处，我在办事处负责，服务于各大寺院和居士。因为忙于各寺院的佛事、法会及一切具体事务，疏于听经闻法。但在这期间受了2次6众28轻在家菩萨戒，1次10众48轻在家菩萨戒，集体出家7日8关斋戒若干次。这时右侧股骨头已经塌陷2公分，每天夜里要行2到3次，到了必须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程度。为了手术，我2015年从办事处退下来，时年70岁。第3个阶段，2015年至今9年期间，从办事处退下来后，2016年做了右髋关节置换手术，术后身体多处不适，每况愈下。3年前又同时发作了肺部感染和带状疱疹，留有带状疱疹后遗症和2类背部疼痛和肺部感染药物损伤肝胆肾，
又因重度骨质疏松、胸久压缩性骨折，至今2年半未愈。在骨折最初的21天之内，每天至少要躺下4次，起来4次，每天至少8次躺下和起来。但是每一次躺下和起来，那一瞬间，那个刻骨铭心痛，躺下就躺下了，躺不下就过去了。就是在那21天之内，经历了168次从鬼门关爬回来。我学了30多年佛，真不甘心就这么痛苦的死去。因为我曾经发愿，我不要死了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一定活着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回归如来藏。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正道，了脱生死，自主健康。我就这样感恩身体百般痛苦的考验和生活中诸多磨练，更坚定了我了脱生死、自主健康的信心。走入清凉月老师思维本体学的因缘，今年的正月初2，终于联系上失联多年的学佛好友尹树聪大姐。大姐告诉我说，她正在学习清凉月老师思维本体学原理班刚刚结束，并发给我一些有关资料，其中有清凉月老师实证理论学习班介绍。本班学习是清凉月老师亲自授课，入定学长带领课后复习，正规的学习训练，完整的实证计划，系统的理论体系专人管理。老师的每一节课都有录音录屏，听打文字下载方便，有大量的实证所需要的实证素材，保证在这里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，你背后有一大批精进的同学，一个长期终生的共修氛围，闭关中心。这是我们成功和坚持不懈的重要保障。最重要的是，欲界班可以了脱生死，自主生死，自主健康。这正是我学佛30多年苦苦寻求的解脱之路。于是我就果断报了原理班。原理班老师讲课干练精准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但是老师所用的名词，佛教所用名词有所不同，需要实时对照。原理班就这样连滚带爬学了过来。禅定班6月中旬心脏极度衰竭，病得奄奄一息，因此禅定班的课就落了很多，觉得继续跟班学习有些困难，想夯实原理班和禅定班的课，再报名欲界定班。因为欲界定和禅定是2条途径，不存在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，于是我就报了欲界定班。欲界定班观气机开始2手开合，2手心和全身气机都非常明显，强劲有力。9月6日其中的一座观手心气珠如前平稳自如有力，顺时针方向旋转，突然左手心的那个气珠啪的一声跳到下丹田，力度和声音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时窗外下雨，下座观床，下座后身轻气爽，心情无比愉悦。实证我做的不好，就讲到这些吧。下面谈下我对信愿行的理解和应用。我学佛32年，为寻求了脱生死、自主健康，被摔得腰椎脑骨骨折。在这风烛残年，幸遇清凉月老师的思维本体学科学实证，真可谓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今造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定能回归如来藏。有的学长说，谦虚说，我何德何能，今生今世遇到清凉月老师。学长们，容我狂妄一次，我认为我们既然遇到了清凉月老师，我们就是有这份德，有这份能。我相信老师是正法，我相信老师有能力带我们回归如来藏，我相信，我确定我是从如来藏中来，我一切具足，我并不比清凉月老师少什么，
也并不比所有助教学生们少什么，我只是比老师和助教学长们多了一些贪嗔痴慢疑而已。我把这些全放下，不就跟老师一样了吗？今天我以一个80岁多病缠身没有记忆力，一顿饭吃4个饺子的小老女人夸下海口，年龄对我不是问题，没有记忆力不是问题，诸多病苦不是问题，所有一切都不是问题，因为我有信愿心。我发愿今生一定要自主健康，了脱生死，回归如来藏。我坚信在清凉月老师的英明领导和教育下，我坚信在助教学长们的鼓励和帮扶下，我更坚信在一路同修学长们和互相帮助和鼓励下，紧跟老师和班级的步伐，听话照做，永不掉队。敬告待入定的学长们，未来的佛们，尽管大胆去实证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同归如来藏。对不起，学长们，语无伦次，讲了一大堆废话，浪费大家宝贵时间了，谢谢大家。